大家好，我现在来给大家更新这款儿童的满裆背带裤。这里我起的是112针，适合1岁半左右、20斤以内的小朋友去穿。用的是3股的亮纱线和4.5毫米的棒针去编织的。我们先从腰部开始起针，然后呢往下去编织。这里我已经织的是5.5寸。然后开始分腿部去编织，腿部是6.5寸。织完以后，我们再往上去编织前面和后背。现在我们开始来起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来给大家更新一款儿童背带裤。这款背带裤我们是从腰部开始起针的，然后起完针以后，我们从中间往下面去编织。我这里的话已经织了5.5寸了，那这个长度就够了，我就不用织了。那从我们起针开始织这个5寸半，这个都是重复去编织的。那我现在的话起针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我们先找一根线打个结，然后我们套到这个针上，然后把我们织线再打个结，好，又给它套上去。我起的是112针，那我这里起一个小版型，随意起一点针给大家演示。起针从下面往我们面前去绕线，你看1、2，绕了1根线就代表1针、2针，都是这样，从外面往我们对着我们去绕线，3针、4针、5针、6、7，那大家就往这样绕。如果我们要起112针，就绕112针。那我这里的话就起一个30针的小版型，给大家做一个演示，织法是一模一样的。那大家把这30针给它绕完。好，30个线圈给它圈好以后，我们把这个线给它拔出来。好，两边的话留长一点啊，不然会掉的。那我们把这30针呢，就分别给它织到3根针上去，全部织下针，圈1根线，绕线勾出，好，给它退掉，圈进去，绕线勾出，好，再给它退掉，就是织平针，也就是织下针。我们是112针的话，我们就给它平均分到3根针上去。这里织了一个小版型30针啊，给它做一个演示。那我们1根针就分10针。好，织好以后再换根针。好，不管多少针，它的织法是一样的啊，只是我这里起一个小版型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。好，那我们3根针给它织好以后啊，我们要给它看一下有没有扭啊，要顺序一定要正着、顺着，然后呢，我们就来给它合并圈织。那现在是开始织第2圈，第2圈的话，我们开始来给它在那个背带裤的两侧啊，给它排一点花。我是织的2针上针，然后呢2个鱼骨针啊，鱼骨针的话，我们是先织第2针下针。好。
好，不退针，再来织第一针下针，这个是鱼骨针，然后再2针同时退，右边2针上，我们左边也织了2针上针。好，一共分15针，对半分。1、2、3、4、5，这个针10针，这里这5针，这边也是15针，所以说我们是对半分的。那我们在这边又来排一个鱼骨花，那先织2针上，好，2针鱼骨花，先织第2针，再来织第1针，然后2针同时退。然后又在这边织，左边织2针上，那其余的我们就织这个下针就可以了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就一直是圈织，就是隔一圈就不织这个鱼骨花，然后呢，第2圈又来织鱼骨花啊。这鱼骨花是隔一圈的话，就是织了扭1次的。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刚才上一圈的话，我们是织了鱼骨花，那我们这一圈的话，在鱼骨花的这个地方，我们就照织去织下针就行了啊，就是平针。然后2针上针的地方，我们就照织上针，其余的地方就织下针。那我们就重复这个规律啊，就是双数行的话，我们就扭这个鱼骨针；单数行的话，我们就照织平针。那就按照这个规律啊，去给它织到我们需要的一个长度。我这是5寸半，长度的话，这个按寸数来啊，行数的话，我们大概就是42到46之间，每个人的手势松紧不一样，所以我们就用尺子来量。你看，那我这里排了以后啊，112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数起，这里是56针，然后又从这里开始，这边也是56针，是对半分的。那这两边的话，就是我们的一个裤子的2侧的地方。那大家的话就是同样的步骤，我就不去演示了，你们就往下去编织，织到这个5寸半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织这个裤腿，因为我们是这个花纹的话是在侧面的，那我们就要以这个为中心点啊，那以这个花为中心点，好，分成这边28针，那这边的话也是一样的，从这个花纹开始，好，这边也是28针，那我这里做了个记号。那我们把其他的话，我们给它圈的那个针上去，先给它圈的针上去。来方便大家看啊。好，意思就是现在这一根针，还有到这个记号扣的地方啊，这里的话就是一个裤腿的针数，这边也是一个裤腿的针数。好，大家这个时候能看得懂吧？然后呢，我们现在要把它分到3根针上去啊。这里已经一根针了，那我们这边。这边是扭花了，现在开始是在分那个裤腿了。这里先给它随便弄点针数。好，这里1根针，这里2根针，这1根针就3根针。我们先把这个裤腿给它织好。
现在这3根针的话是个裤腿的一个针数了。那方便我们去织呢，那这个裤腿的针数，我们就用一个针线给它圈起来啊，方便我们去编织。那其余的我们就全部用针给它圈起来。像这样子给它圈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大家自己圈起来，圈到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一共就是它的56针。好，现在开始的话，这一条裤腿的话，我就用针线给它圈起来了。那现在3根针上的这个就是56针。那我们现在来圈织，然后我们裆部给它加一个几针啊。大家如果说小孩比较胖啊，你们就加个8针，我这里加个6针，来这样子用手套着这个线，加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6针，6针加好以后，我们就圈织，跟这里连接起来。是平针的地方还是继续去织平针，其他的地方的话是花纹，该怎么织就该怎么织，是一样的。好，现在连接起来了。好，大家把这一圈给它织完，织到这个加针的地方啊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里加了6针的怎么去织好看一点啊。好，我们织到这个裆部加针来了。我们这里加了这个6针，大家织的时候就注意一下，也是一样的织平针，就是放线的时候轻轻的放，2针不要往两边拉，轻轻的放。好，这样子就织好了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就一直圈织这个裤腿。那我们织了8圈以后，再来演示这个减针啊，裤腿的减针。这个花纹的话还是一样的，一直织下去啊，隔一圈扭一次这个鱼骨针就可以了。好，我这个裤腿的话，我圈织已经8圈了，我们开始来收针。这个我们加针的这6针裆部，大家也可以全部织平针，也可以织侧面一样的这个鱼骨针。这6针刚好是2针上，2针鱼骨针，2针上针。那我们先减针，从左边开始减，边边预留1针，然后我们以花纹为中心点，这边是左边减针，这一针的话是边边预留的。那我们上挑3针过来，然后左针从后面去圈到中间1针，好，右针给它放掉，从上面挑起来，套到左针上去，好，再把这一针套回左针上去，然后我们2针并1针，好，这是左边减针。那如果说大家侧面不想减针啊，只想在内侧减针的话，那我们直接这里也是2针并1针。那我们这2针并1针，就外侧就不用减了啊，但是我这里的话，我把这一针留到外侧去减。我们这里不减，这里只收了1针。那后面呢，我们就正常去编织下针就行了。好，以这花骨朵为中心点，这边就是右边减针，留5针，2、4、5。那我们先织1针过来。好，我们先挑1、2、3，3针过来。那右边的话，我们是从上把中间这1针挑起来，然后放掉第1针，从后面去把这1针给它挑起来，放到我们左针上去，再套回我们左针上去。同样的，前面这2针我们正常去编织，然后我们把这1针看一下啊，
从下往上挑过来，好，倒数第4针织下针，然后挑起这一针，套过这一针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右边减针，然后我们这里留了一针边针啊。好，中间这6针的话，我们属于中心点，继续去编织。每次减针都是这样子的。我们把这个一次性减4针分了2部分来啊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到了这边左边减针，先织一针边针，然后上挑1针、2针、3针。左边减针的话，两边都一样的，从下面去把中间1针挑起来，然后放掉第1针，从上面把第1针套回左针上去，然后这一针也套回左针上去。好，2针并1针，这2针我们单独去织下针，不用去减了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是相当于一次性减4针，我们把这4针分别的啊，这里减1针，这里减1针，这里减1针，那我们在这里还有1针去减，那么织过来。这个减针就分左右，左右。留5针，2、4、5，好，上挑1针、2针、3针，右边是从上挑啊，挑中间，就是我们挑3针过来，右边是从上去挑中间1针，左边是从下。好，套上去以后织下针，织下针。好，这一针我们上挑过来，这一针我们织下针，挑起前面1针，套过第2针，好，1针边针。好，这边就减好针了。那我们裤腿的外侧和内侧啊，我们就分别把这个4针分在这4个地方去给它收了。好，以它为中心点，先左边减1针，然后右边减1针。好，这里的话是侧面，好，以它为中心点啊，右边减1针，左边减1针。那这一圈我们就相当于减了4针。那我们又织8圈以后又来减针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，大家就按着这个规律给它减下去，知道我们需要的这个长度就可以了。我这里再来给大家演示一次减针，它减针是隔8圈减1次。先是选左边的，那么织1针边针，然后上挑1针、2针、3针，左边是先从后面去圈中间1针，然后把这1针套上来，前面2针并1针，后面的2针我们直接正常去织下针，这样子就是相当于减了1次啊。然后我们织到这边来了，这边的话是从右边的，以这个花为中心点，这边就是右边，上挑1针，一共要留5针啊，1、2、3、4、5，上挑1针、2针、3针，从中间这1针啊，给它右边是从上去挑，好，第3针挑过来。再织1针下针，挑起这1针，套过我们第2针，好，1针边针。好，左边又来了，这里的话我们织1针边针。左边挑3针过来，从后面去把中间这1针挑起来，前面2针并1针，后面的正常去织下针。好，织到这里又是留5针下。
上调1、2、3，好，这边是从上面去调，这是右边的减针，从上往下拨过来，支针下针，挑起来套过它，这个是右边减针。好，那我们减针就完成了，我们又向上去织8圈以后再减一次。那我这里的话，裤腿这个长度我就够了，我一共减了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、5次，5次的话就是相当于，一圈减了4针，减了5次就是20针，那我这里还剩42。我这里是1岁半左右小孩子穿的，如果大家就是说小孩子比较大的，可以再继续往下去织去减，按照这个规律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来织裤脚，大家也可以直接去织上下针。那我这里的话，给它排点这个麻花纽，然后大家换4.0的针去织就行了。先织2针上针，然后再织4针下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又是2针上。好，又是4针下，这样子6针为一组，重复去给它把这一行给它排列，又是2针上，又是4针下，好，2针上，一直重复2针上，4针下。这6针为一组，一组花它就是一共是7组。好，大家把这个织完以后呢，我们就按着2针上4针下去给它再织3圈以后，再来织这个麻花纽。然后我再来演示，大家后面把这3圈给它织完，就是2针上4针下给它再织3圈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织了4圈了，1、2、3、4。那我们开始来扭麻花纽，上针的地方我们还是照织上针的。在下针的地方，这里有4针下针，我们来给它扭麻花，前面2针跟后面2针给它兑换一个位置，随便哪个在上在下都可以，大家就是固定起来就行了。比如说我把前面2针放到上面，那我就一直把这前面2针放到上面，后面2针放到下面，那我们换上去的话还是直接织下针，这个就是麻花纽。扭好了，上针的地方我们继续织上针。好，这4针又是这样，大家也可以直接右针从后面去把这2针圈起来。好，左针全部退掉，从上面就把这2针给它圈起来，然后右针的2针从后面圈到我们的左针上去，再接着织平针。这个就是麻花纽的一个编织方法。后面的话大家就按照这个规律去织。那我们现在扭的这一行也算的话，我们再织3行又开始扭一次，相当于都是隔4行扭一次，织到我们需要的一个长度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再来收尾。那我这个裤脚的话，我织了一共12圈，扭了1次、2次、3次，刚好12圈。那我们就来收尾，收上下针的尾。是上针我们向下织，那我们把第2针当做下针，那我们就向上把线放上来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，那我们就把它当做1针上1针下的顺序去给它织，上针向下把线放下去，然后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套过第2针，是下针向上
把线从后面拿上来，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二针。那我们把这一圈就按上下针的规律给它收完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收到后面还有几针，我们再来演示。向上。好，这里有一个空缺，我们把第一针挑起来。好，第一针我们是上针我们是向下的。好，收完以后断线。大家直接把线给它拔出来，然后后面的话我们长线头，一只裤腿就完成了。那另外一条裤腿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线先解开，把这些针数我们给它圈到这个针上。好，先平均的去圈到3根针上去就可以了。一边圈的话，这个线的话，我们就慢慢的拔出来就可以了。就是把这个线给它拔出来，一边圈一边拔，平均分到3根针上。好，现在这条裤腿我们已经圈到针上面来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织，是从这个最后一根针正面这里去织的。这里6针，我们从这里挑起来，然后这里有个过渡的地方，在过渡的地方的话，我这里比较小，我们挑1针或挑2针，那这挑的是多余的针，我们到时候在织的过程中给它收掉、剪掉就行了。大家如果是织的衣服比较大呀，这过渡的地方比较长，你可以给它去挑3针、4针都可以挑了多余的，到时候再剪。那么挑了2针起来了，那这个地方是我们加针出来了，是6针，那我们也挑6针起来，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6针挑好以后。这边过渡的话，我们也去给它挑2针，先给它挑起来，1、2，好，现在挑起来以后，我们就圈织。这里圈织该扭花的扭花，其他的不变。我们到这里把多余挑出来2针。去怎么收针，等一下再给它做个演示，其他的照织，然后我们织到这边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这个过渡挑了多余的针数来了，那么2针并1针，那这里还有1针，等下一圈再去收掉。那中间这6针的话，我们来排这个花，2针上，2针下。2针上，好，这个是过渡多余的针，2针并1针，那就还有1针。到下一圈的话，我们去收，也是一样的2针并1针在这边并这1针和这1针并。那这里的话就这是2针一起并。大家的话把这2针收了以后就这是在织第2圈了嘛。然后我们一共也是织8圈以后开始来收针。收针的话跟这个裤腿是一模一样的，我就不演示了。大家就按照这条裤腿的一个教程去给它编织完成就可以了。好，2条裤腿我们织好以后，上面这一圈我们用这个线圈起来的，我们给它分别圈在这个3根针上去，就是线上面圈的这个，这些线圈的话。好，圈好以后就把线拔掉。
然后呢，我们把这6针给它，就是花纹这部分这6针，给它圈到前面来。那么开始编织，把这6针给它收掉。如果小孩子不胖的话，或者是想要护胸的地方，就是宽一点，可以不收。我这里给它收掉啊。织一针，好，第2针绕线，挑起前面1针，套过第2针，就把平收这6针，把6针给它收掉的话，就是在2侧。这6针就收好了。好，我们这里锁6针以后，我们数一下，到这个花纹地方的话，这里是一共是50针的。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排花，第1针挑，然后2针上针，把线放下去，织4针下，这4针下是麻花纽。然后绕线上来，织2针上，好，再把线放下去，织4针下针，好，2针上针，好，这里15针的花纹排好以后，我们来给它这个衣服织一个褶皱，褶皱啊。也可以当做花纹来看。如果你的针数比较多，大家可以4对4，也可以5对5。那我这里针数比较少，我就3针对3针，把这样压上去。不显的话，我们搞个4针吧。这里4针对4针，你们针数多的话，可以5针对5针啊，就是把前面4针挑起来，放到上面，然后前面圈1针，后面圈1针，就是2针并1针，再同时退掉，前面圈1针，后面圈1针，好，这样子织好了，有个褶皱啊。然后我们在这边的话，我们这里先数一15针出来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6，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5。那我们这里数一15针出来，这个褶皱的话，2、4、6、8，那这里还有5针是织平针的，我们把平针织过来。1、2、3、4、5，好，5针织好以后，我们把这一针圈4针，然后它放到后面去，右边是放到前面4针放到上面啊，然后这左边呢就是把这个前面的放到下面去，相当于外侧的，你看这是外侧的，放到上面来。然后又2针并1针，这是前面啊，我们这样子织个褶皱出来，后面的话就不需要去织。好，织好以后呢，这里15针就是花纹部分了。左边怎么排的，然后呢，右边也怎么排，它们两边是一样的。那我们先织2针上针，好，再织4针下。
然后2针上，4针下，2针上，最后1针下针。好，这个前片织好了，然后我们来锁这边。好，我们到这边6针来进行一个锁边。挑起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，织1针，套1针。如果是小孩子比较胖的，我们一定要给他锁的时候手稍微松一点啊，不能拉紧。好，那我们锁好以后，这样的数一下，这里是不是50针？如果是50针的话，那我们就又来排花。从这里到这里数了是50针的，那就是我们后片的针数。那我们这里排花跟前片一样，第1针挑，然后2针上针，好，再4针下，好，再2针上，再4针下。好，2针上，这15针排好以后，中间的全部织平针，这是后片啊，不需要弄个褶子出来。那我们这里全部织平针，因为后片的话它要宽一点，我这个针数的话也比较少。我们织到剩下15针的话，按着右边的排花顺序啊，给它排，2、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5。好，那这15针的话，我们一样的去排，2针上，4针下，2针上，4针下，2针上，好，1针下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分前后片了，分开了。那我们现在织的第2圈就是要从反面开始织了。那反面的话是疙瘩就织上针，是辫子织下针，疙瘩织上针就行了。我们反面织一排，正面织一排，反面织一排，然后到正面来，我们来扭麻花和减针。那大家把这3行给它自行完成。好，我们前面已经扭过1次麻花了，然后我扭了以后又织了3行。总的来说就是每隔3行扭1次。那我们再来演示一下，是下针，我们第1针就正挑，疙瘩就织上针。好，现在开始扭。右边的麻花呢，我是右针从后面去，把后面2针圈起来。好，前面2针放掉，从上面圈起来，后面2针放到前面去。然后接着织下针，还有一个麻花，右针从后面去把2针圈起来，前面这2针放掉，用大拇指按起来，然后从上面圈起来。总的来说就是把前面的放在上面。好，这个麻花就扭好了。
好，我们这里来说一下这个减针。每次扭一次麻花的时候，这边就要减针，也是先织一针边针，然后上挑1针、2针、3针。好，右边的我们从后面去把中间1针圈起来，然后2针并1针，这里就减了1针，这里正常去织下针就可以了。好，留这边5针。1、2、3、4。好，织到这边留4针，挑1针、2针，这1针我们织了啊，就留4针，挑2针，然后从上面把这第1针圈起来，从后面去把这1针放到前面去织下针，然后挑起这1针套。好，这边是收针了。好，我已经剪了2次了，每次都是这样子剪针的。好，那我们左边扭的话，我们是把后面2针放到上面的，那我们就从上面去，右针从上面去，把后面2针圈起来，然后前面2针放掉，从后面去圈起来。大家怕掉针的话，用辅助针啊，然后再织下针。这个就是扭麻花，它两边扭麻花的这个位置变了一下啊。如果大家怕它掉针的话，大家就拿一根针来辅助一下，就是把前面这2针挑起来，放到后面去。我们先织后面这2针，然后再织前面这2针。好，这扭麻花就扭好了。那我们就继续按着这个规律，织完以后呢，又织1行反面、1行正面、1行反面，织3行，又来扭麻花和减针。我们重复这样织上去就可以了。记住第1针，在正面第1针是下针，我们就正挑；那反面第1针是上针，那我们就上挑，线拉着，针放到线下面去，第1针上挑，再把线放下去，然后开织。那我们后续的话，这个长度我们继续往上去编织，我就不演示了。织了多长我再来织完再来给它量一下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我这里已经剪了1、2、3、4、5次针了。那我们剪完针，反面织1行到正面来了，那我就不剪了。我们这里的话，中间的针数我们来排这个麻花钮，跟这里一样。这里刚好2针上，那我们这里就排4针下，1、2、3、4，然后再2针上针。好，再4针下针。好，刚好的话这排好了，这里也是2针上针。后面的照织，然后我们一样的也是织了3圈以后，我们再来扭麻花。然后等一下这里织完以后的话，织到我们需要的长度以后，我们再来收上下针的尾。好，我们来量一下。那我这里前面护胸的跟后面的，现在量的话是4寸，它2个织法是一样的，就是前片的话，我这里织了一个褶皱的话，就是少了8针，所以说前面2次我就没有减针。那如果你们针数多的话是要去减的，那我就相当于这个褶皱这里减1次，这里减1次，在这里减了，那我这上面2个就跳过，然后在上面再去减的。还有就是说一下这个麻花钮，这2边和这2边给它是对称的去扭的这个是
外面的放在上面，外面的放上面。那这边的话也是啊，把后面的放在上面的。那中间我们不是排了2个吗？所以说这一个的话跟右边相同，好，这一个的话跟左边相同的去扭方向啊。然后呢，这里的话我就知道这个高度可以了，我们来收尾。然后第一针调，然后呢是上针，我们就织下针，然后套1针。第2针我们当做下向上去编织，然后绕线勾出，挑起前面1针，套过第2针，啊，这个是上下针收尾。前后片的话，它这个护胸部分是一样的织法，然后这个前片织到需要的这个高度了，我们来收尾就可以了。那大家的话，按着1针上1针下的顺序，把这个给它收完。好，这里还有最后1针。好，收完以后就断线，然后把线圈拉长，线头从这个线圈拉过来，我们把线头藏起来就可以了。那我这里没有挖扣眼，因为我们这个毛线它是你看随便戳就有一个孔的，所以说的话我们不需要去挖扣眼啊。然后这个是前面都已经织好了，收完把线头藏起来。就说一下我们前片的话，我们开始织的时候是从后面开始来织的啊，这个要注意。好，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后面的不同之处。后面的话我们要织2个带子，然后我们这个是用了4.5的棒针编织的，所以说这个带子的一个宽度的话，我们以这个线来，以这个花纹来。如果你是细线的话，刚好是这2组花纹啊，当做这个裤带。但是我们这里的话就只需要，这里10针，2、4、6、8、10，好，这10针我们就当做带子，刚好2针上啊，1针下，这里最后2针上1针下，结尾中间1个麻花纽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带子的一个宽度了，中间我们就收尾给它收掉。第1针我们织下啊，那第2针的话我们就向上织，这里可以换1根针，把这个放在这里圈起来啊，这10针，好，第2针向上，第3针向下。我是刚好这里扭1、2、3个麻花纽以后，反面织1行过来，然后就开始不用织了的。量的这个高度是4寸，啊，这些都可以做一个参考啊。每个人的手势松紧织出来都不一样。收到这边只剩下10针，我们来数一下，2、4、6、8、9，这9针，包括这1针就10针了。好，这个就是带子的一个宽度了。那我们就织这个带子，第1针挑，然后2针上，然后织4针下，这个是麻花纽的地方。那麻花纽的话还是一样的，每次扭完织3行以后又开始扭。那这个带子的长度的话，我们先给它持续往上去编织，然后织完再来给它量这个长度啊，就正反这样子去织就行了。反面织过来，然后再正面织过来，然后织到4行以后开始来扭麻花。
两边的带子是一样的去编织的，都是这边的话，到时候我们是从反面织过来。那这里带子部分的话，大家自己去织，织完我再给它量。好，我这2个带子已经完成了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从这里开始数的话，是一边是扭了18个，18个扭好以后，反面织完，正面来收尾。这边我就留了一个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好，这是第17个，然后18个我们正扭，1针下，2针上，然后这边扭麻花。好，扭完麻花以后，这是18个扭完了，然后反面织一行，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正面去收尾就可以了。好，现在完成，我们来准备收尾，收上下针的尾。好，第1针上下挑，然后第2针织下针，调节前面针，套过第2针，第3针上挑，把线放上来，绕线勾出。好，下穿，就按着1针向下1针向上的这个规律，给它收上下针的尾。好，线头从线圈拉过来，拉紧，然后我们把线头藏起来就可以了。我们来量一下这个长度，每个人的手势松紧是不一样的。然后我呢，这件衣服也是一个小码的啊，一共有8寸这个带子的长度，8寸。这是一个给大家做一个参考的啊，大家的话按着这个8寸的话，如果小孩子比较大，衣服织的比较大，也可以织长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缝扣子。扣子的话，大家也可以缝到带子上啊，但是缝带子上的话，就尽量缝2颗。但是我这里的话，就把扣子缝在这前面，先这个麻花纽啊，边缘的这个麻花纽上面，这里给它固定针线，然后我们再把扣子穿上去。我们把扣子缝在这个前片的话，有点好处，就是我们只需要缝1粒扣子。多缝几道线啊，固定多一点。好，打结，固定，长线，断线。那我把这个扣子缝在这个前片的好处是，比如说我们穿上以后，带子长了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扣子扣在这里，这个带子想要短点，扣在这里，扣到这里都可以，所以说它可以随意的去扣。然后这个衣服的话，它是有韧性的，它随便就是在这里戳一个洞的话，你看这个扣子都是可以扣进去的。所以说我们把扣子缝在这上面它的好处是比较多的啊。那这一粒扣子大家就自行给它缝完。那这件这个小孩子的满裆背带裤我们就完成了。